当全网目光都聚焦在世界杯赛场上时，咱们的国货之光张雪机车又夺冠了。即便遭遇赛事 BOP 规则的针对性限制、动力锁死、强制增重，即便全程客场作战被所有老牌劲旅围剿，张雪机车依旧靠着过硬的技术调教、极致的团队配合、车手沉稳的赛场心态，再次突出重围，逆风夺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北京时间6月12日晚，2026赛季 WSBK 米萨诺站超级杆位赛正式收官。这场排位赛从开局就充满了对抗性。熟悉赛事的朋友都知道，米萨诺赛道是杜卡迪的绝对主场，欧洲本土观众、赛场氛围、适配调教，所有优势都偏向欧美车队。咱们国产车队完全是客场作战，压力拉满。更难的是，本站赛道地表温度飙升至48度，极端高温直接压缩软胎有效使用窗口，仅剩短短2圈可以冲刺最快圈速，每一次飞驰，每一圈走线都容不得半点失误。而且本场排位赛是张雪机车被 BOP 性能规则限制后的首场正式较量，处境格外被动。此前葡萄牙站车队拿下双冠，强势登顶之后，820RR 赛车直接触发性能平衡规则，被官方强制减重7公斤，动力输出限制 5%， 节气门开度直接锁死在 85%。对比之下，雅马哈、杜卡迪、川崎、本田等一众老牌车企限制力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杜卡迪节气门开度可达 98%， 雅马哈 90%， 川崎转速上限16400转，本田更是16800转。反观咱们的赛车，全程锁死 85% 节气门，没有任何解锁空间，直到尾速被死死压制，先天处于劣势。开局局势也完全不乐观，经历上一站阿拉贡赛道的低迷表现，凯恩居本场状态回暖，开局就4段刷红，跑出1分37秒539的成绩，暂时拿下杆位，卯足劲追赶积分。而德比斯受赛车性能限制，开局仅位列全场第5，后续名次持续下滑，一度掉到第9名，完全被各大外资车队包围压制，看起来基本失去前排冲刺机会。当时赛场局势很明朗，杜卡迪、凯旋、雅马哈全员发力，多名车手极尽走线、极限拼杀，不断刷新个人最快圈速，轮番抢占前排席位。两台张雪820RR 赛车被死死困在包围圈里，名次持续被挤压。眼看个人冲刺没有优势，张雪车队直接开启教科书级别的团队战术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兄弟同心。本土车手卡里卡苏洛深知主场赛道特性，熟悉每一处弯道走线和节奏，在关键时刻主动放弃个人刷圈的机会，甘愿化身团队绿叶，全程为德比斯破风挡阻。懂机车赛事的都清楚，这种团队配合及其牺牲个人成绩，破风车手会损耗自己的轮胎状态，错失最佳刷圈时机。很多国外车队就算花钱协商，都未必愿意配合，但张雪车队全员一心，只为团队整体成绩突破。借着绝佳的尾流优势，德比斯彻底释放赛车弯道优势，不断刷新区段最快圈速，2段、3段持续刷红，圈速肉眼可见的暴涨，从第9名稳步攀升，一路逆袭冲进前排梯队。就在局势大好、冲刺升温的关键时刻，赛场突发意外，直接打乱所有节奏。先是25号车手在16号弯冲出赛道摔车，短暂打乱赛场节奏，车队短暂调整后继续冲刺。紧接着杜卡迪阵营的加索在13号弯全力冲刺时赛车失控，整车腾空断裂，零件油渍散落满赛道，赛场安全隐患剧增。赛会直接出示红旗叫停比赛，突如其来的红旗彻底打乱了卡里卡苏洛的轮胎温度和冲刺节奏，他全程无私托举队友，最后却错失最后的冲刺机会，名次定格在第13名，默默完成了所有铺垫工作。但也正是卡里卡苏洛的无私铺垫，让德比斯在红旗中断前守住了最佳竞技状态，即便被规则针对，被全场豪门围剿，遭遇突发赛事意外，德比斯依旧顶住所有压力，跑出1分36秒869的优异成绩，从绝境第9强势逆袭至全场第3，稳稳拿下正赛第1排发车席位。反观雅马哈新援凯恩居，凭借着最后一圈的极限绝杀，以1分36秒755拿下杆位，阿里纳斯紧随其后位列第2。
很多人只看到最终第3的名次，却不知道这份成绩有多来之不易。在直道动力受限、整车增重、高温胎衰、对手全员发力、赛事突发中断的多重劣势下，张雪机车不靠规则偏袒，纯粹靠极致的团队战术、精准的赛道走线、车手超强的抗压能力，在欧美品牌的主场撕开一道缺口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排位赛名次，更是国产机车硬实力的最好证明，也为后续正赛的巅峰对决埋下了最精彩的伏笔。如果说排位赛的绝境逆袭是惊喜，那本场正赛的极限夺冠绝对是本赛季最炸裂、最提气的封神时刻。同样的赛道，同样的严苛限制，同样的豪门围剿，德比斯带着排位赛第3的成绩发车，全程18圈高强度攻防拉扯，顶住杜卡迪主场车手的疯狂针对，在最后一圈上演2次史诗级超车，以 0.107 秒的微弱优势绝杀冠军，强势拿下个人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座分站冠军，彻底刷新了中国机车在世界顶级赛场的记录。回顾整场正赛，全程高能无尿点。正赛发车后，土耳其车手昂祖短暂领跑，很快就被德比斯和主场作战的阿雷纳斯双双超越。赛场焦点直接锁定2人的冠军争夺战。从第12圈开始，坐拥主场优势的阿雷纳斯开始全力防守，死死卡住内线关键位置，封堵所有常规超车路线，走线保守且精准，不给德比斯任何超车机会。多圈缠斗，德比斯只能跟随前车尾流，不断找节奏等机会。直播间当时不少车迷都觉得稳住第2就已经是完美结果了，可就在最后一圈，德比斯发力了。阿雷纳斯依旧选择保守防守，在11号高速长弯刻意抢占外线，预判德比斯会在此处超车。德比斯抓住对手预判漏洞，把突破口放在这条全场高速重刹弯道，放弃所有低速常规超车点位。这里车速快，容错率极低，稍有失误就会失控冲出赛道。关键时刻，德比斯展现出世界顶级车手的实力与魄力。最后一圈中段，他抓住前车外线防守留下的空隙，极限晚刹车切入11号弯内线，车身倾斜角度逼近物理极限，轮胎紧贴路肩，护膝滑块几乎贴地，在细小空间中精准穿插，一气呵成完成超车。但战局并没有就此结束。主场作战的阿雷纳斯反应极快，在紧随其后的16号弯立刻强势反超，重新夺回领先位置。2轮极限攻防拉扯后，决胜时刻彻底到来。最后17号收尾弯出弯冲刺阶段，德比斯顶住高压，油门踩到底，全力加速，凭借更极致的出弯牵引力和底盘稳定性，全程锁死最优走线，以 0.107 秒的微弱优势死死守住冠军席位。这是真正的来回博弈，双向厮杀，2次位置交替，不到冲线最后1米绝不分胜负。冲刺后的德比斯没有疯狂庆祝，只是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小编觉得他比谁都清楚，这场被规则限制、被对手紧逼、全程高压拉扯的胜利到底有多来之不易。熟悉车队赛程的车迷都知道，上一站阿拉贡赛道，张雪机车遭遇严重高温热衰问题，赛车水温飙升至110度，动力大幅衰减，最终仅取得第8名。车队和车手都承受了不小的质疑。赛后团队没有消沉，连夜拆解赛车排查问题，只用2周时间，针对性完成了全套优化升级。针对高温热衰，全新定制加大导风板，强制引导迎面气流进入散热系统，有效降低水温10度以上，保住核心动力输出。针对卡里卡苏洛重刹进弯油泵抽空、动力断档的问题，团队优化油箱结构，增设储油小隔箱，彻底解决赛场失速隐患。正是这些不起眼却关键的技术改良，让赛车在严苛 BOP 限制下依旧能保持稳定输出。赛后的比斯主动发声致谢，特意点名感谢64号队友卡里卡苏洛的无私配合，直言排位赛若没有队友的破风托举，就没有自己的冲刺名次。2人互相成就，双向助力，完美诠释了团队竞技的意义。同时，他也真诚感谢张雪机车的技术团队和老板，正是持续的技术优化、贴心的细节打磨，让受限的赛车依旧具备夺冠实力，让自己可以放心全力冲刺。这场胜利彻底改写了赛季积分格局，凭借本站25分满分积分，德比斯总积分飙升至188分。
和年度榜首得分差从赛前43分缩小至38分，重新拉回年度冠军争夺战的悬念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张雪机车2026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。作为2024年才入局于 WSBK 顶级赛场的中国车队，短短2年时间，直接打破欧美日品牌对该赛事长达37年的垄断。别人靠规则优待，靠老牌技术积累，我们在被针对性限流、增重、锁动力的劣势下，靠极致调教、硬核技术、团队默契、车手韧性逆风翻盘，直到跑不赢，我们就靠弯道超车。规则针对我们，我们就用实力打破偏见。这第6冠不只是一座奖杯，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最好名片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